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我想利用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一颗兰花的水根成长历程、水根成长故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3月初，我买了这颗兰花。那因为它本身根系就没有相当的好，所以我一回家之后，马上就把介子取出来，观察它的根系，看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那我决定，我想要用水耕、水培的方式来种植这颗兰花。那你现在看到它的根系，其实每一根它都蛮硬的，但上面有一些黑点、黑斑，那个应该是在还没有被我买回家的时候，可能是在本身兰园的地方，嗯，就施重肥，所以会有那些黑点。那5月的时候呢，其实它还是一样，就是一直持续水根的状态2个多月。那你现在看到的这3个花，其实在3月的时候，如果你往前回去看，它们还都只是小小的花苞，甚至还没有长得很明显。那之前的花已经掉了，那这3颗是进入水耕之后，它的花苞才壮大，然后开出来。然后同样左边这个有花的花梗呢，还有最后面还有一个花苞，然后另外右边的那个花梗呢，当时也有一个花苞正在展开，不过最后这2个花苞没有完全打开，原因是因为我又把这一颗当作是有一点像实验性质，所以常常拿它来做影片，然后拿来拿去晃来晃去的，所以到最后它们就掉雷了。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一直到5月哦，放到水耕里面2个月，我才开始看到新的根系长出来。虽然只有长一点点，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鼓励因为这表示说，在这2个月的过程中，它已经开始适应水根的这种方式，而且你看到右边的这个在水里面的根，它也从它本来的老根那边开始突出了一点新的我们说叫做 root tip，就是它根的那个最前面的尖端绿色的部分。然后这上面的这2个绿色的根，新的根尖是水以上的部分。那因为它是水根，所以其实在杯内基本上它的湿度都还是持续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说，它们根系长出来的机会都蛮大的，不会因为你的居家环境的湿度太低而有所影响。那接下来呢，很快的我们就会进入到嗯9月，下一个片段就是9月的时候。九月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已经从之前纽约搬到德州，奥斯汀的德州。那你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我的这个兰花的位置已经不是在最底部了。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根系它已经有长比较多出来。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兰花它真正要长得好，像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讨论过这一点，就是其实它是需要很稳固的。那我当时是因为了要省水，所以我就把兰花放在非常底部的地方。那现在我把它架高，你看到我用一根铁丝把它做成像一个钩钩，把它从兰花的最底部尖尖的地方勾住，然后在另外一头钩在杯子的边缘让它做固定。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兰花感觉到稳固，进而继续比较快乐的生长它的根系。那你现在看到，其实我现在当时的我是正在泡水，泡它们的肥料水肥，啊、我里面一般都是放1/4浓度的肥料，那有时候我也会放一些海带相关的生长激素。那你看到，其实有几个根已经都长到水里面去了然后它也正在长一片小叶子。那如果等一下我们到下一个片段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我们要看的这片小叶子，它其实已经
长得非常大了。那兰花其实主要我喜欢它现在被架高，第一个除了稳固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根系有地方能够往下生长，才不会全部都是因为它本身就坐在杯子的底部，而它长出来的根系就全部都揪在一起，甚至就是会由杯子的边缘往上生长，因为这样子其实一来不好看，那二来的话，如果你以后决定说，我不想水根了，我想要把它换到其他的有介质的盆里面的时候，它根如果是由下又往上长出来，其实会在我们以后换加介质的时候造成一些困难。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这样架高，我下面的水位可以高一点。那一旦根系够长，已经长到水里面之后，其实你可以拉长你给水或是换水的间隔。当然，要不要换水，还要看你本身水里面它的干净程度，因为有时候在水培水根里面，水啊，它有时候会变得有点浑浊，或者是有青苔的现象。那混浊的时候，其实我会建议你一定要换水，大多时候都是因为有一些适应不良的根，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败根，就是腐败的现象，所以会导致这个水质变得有一点浑浊、混淆不清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相当建议你，就是说，第一个先把水倒掉，第二个，你可以呢用干净的水稍微泡它一下之后，再把水全部倒掉，然后让它干个1天到2天，让它坏死的根部就当然你要把它剪掉之外，你就让它干1-2天，然后再重新加干净的水进去。那现在影片里面呢，其实你会发现我背景后面的杯子都是用蓝色的杯子外杯。那其实我水跟一般我都是加完水之后，我要把它们放回去原来的地方的时候，也是一样会把它再放到一个蓝色外杯里面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比较美观，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外杯它有办法阻隔大部分的阳光，所以在水里面的根系跟水就比较不容易因为阳光的直射而容易产生青苔，所以也是美观。那再来呢，现在我们已经到11月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已经有根已经就是直直的长，而且已经长到杯子的底部了。然后呢，现在看到的这2个根，一个由上一个由下的根在9月的时候，如果你再倒带回去看，你会发现它们那时候还只是小小的比较短的根，那现在已经又更加的长了。所以这个又是让我能够确定说，这颗兰花喜欢这样子被固定，然后喜欢水根的环境。当然有时候在水根的时候，兰花的根虽然有时候它已经长到水里面去长了好几个月了，有可能它就会突然间这个根它不喜欢水了，然后就开始烂。那没关系，因为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根，所以我们有办法来做处理。一样就是把烂掉的部分剪掉，然后用水冲一下之后，杯子稍微冲一下，让它干个1-2天，重新再加到原来你喜欢的水位，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一般来说，我觉得水根是一个蛮有趣的方法。那希望透过这一个兰花的成长故事呢，能够让你们有一些能够解答你们的之前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给你们有一些发想。很欢迎大家跟我交流，或是给我一些建议。我是安格斯，谢谢你们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